朕身为一国之主，不能保卫社稷，唯有以身殉国。国主殉国，臣妾殉父。国主，娘娘，请准许宝仪和你们一起赴死。国主，娘娘，国主，娘娘，国主，娘娘，我们跟着国主一起殉国，请准许我们跟你一起死。你们不可以。国主，国主，国主要以身殉国。您走了，宋军进城，这百姓靠谁做主？您这不是要驱我所有江南百姓都落入大宋的豺狼之口吗？国主要以身殉国，臣等也应该以身殉国呀！不，你们不可以。国主，臣等误国误主，原本万死亦不足此解救，但是金陵数十万百姓有何所依？国主一向孝慈仁善，国主一向悲天悯人，连蝼蚁都不忍伤害呀！有何人在这最后关头，只求自己解脱，置亿万生灵于不顾啊！国主，国主，国主，臣冒死，请国主为天下苍生向大宋请命啊！国主，国主。谢主隆恩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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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阁下，想必就是李六郎吧？国主，李煜率臣僚戴罪军门，请接受国玺和降书。快快请起。阁下言重了，末将甲胄在身，下拜不及答。李煜今后的行止如何？请将军指教。
这个请您放心，皇上已经敕令，在汴河的风景胜处，为阁下准备了一所大宅，专供阁下安居。不过，在下提醒阁下，现在能够多带的，尽量多带一些，否则鬼有司接收，再如册籍之后，您要再想拿，可就拿不回去了。多谢将军指教。好，我会派船和军士，专供阁下运输辎重。你只有1天的时间，我们后天一早就北上汴京。多谢将军体恤。国主，不要再叫我国主了，国已不成国，我已经不是一国之主。记住，从今而后，只有亡国献相，遗臭万年的一介匹夫李煜了。不，在臣妾眼里，你永远都是国主，妾身永远要喊你国主，虽九死而不悔，都绝不更改。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在背后议论我李煜的吗？他们说我反复无常，庸弱无能，沉溺佛道，昏聩糊涂。你们叫我怎么面对江南的百姓？怎么面对我的列祖列宗？臣妾知道国主的内心之痛，也相信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和江南百姓，他们今天晚上没有人能合得上眼。可是，他们要是明白人，就该知道，江南不是亡在今天，不是亡在今天，那是亡在何时？他早就亡了。他亡在赵匡胤登基，先帝元宗立即以玉符锦旗金帛相贺那日，他也亡在扬州李崇进反宋，先帝巨源反而遣使大犒宋师那日，他更亡在先帝他自己逼宋迁都洪州，却留你独守金陵那日。谁让你这么说的？谁敢如此议论先帝？是姐姐，是娥皇，是他在临终前告诉我的，但他不让我告诉你，他怕你怀忧丧志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他还告诉我，国主天性仁厚，虽然国势衰微，但面对强敌，国主一定会忍辱负重，屈以维护。先帝传位给你，涉及百姓，必能因你少受灾劫。先帝他的眼光没有错。这是真的吗？还是你别来骗我的？不，娘娘没有骗你。小的不会说话，可是小的伺候国主半辈子，小的什么都看在眼里，什么都看在眼里啊，国主。你看见什么？小的看见
少的看见什么叫人善被人欺。可是国主，如果您没有忍耐到今天，大唐的百姓就不会多过这10几年的好日子呀。国主，您没有对不起谁，您没有对不起谁啊，国主。起来，就算天下只有你们知我，我李煜也不枉此生了。国主，江南江北旧家乡，30年来梦一场。无怨宫闱尽冷落，广陵台殿已荒凉。云龙远袖愁千片，雨打归舟泪万行。兄弟4人300口，不堪闲坐细思量。国主，今夜是除夕，宋军伙夫给咱们宫眷准备了饺子，还热腾腾的，您快点吃吧。来，吃元宝，年年好。我有时有一次春游踏青，望见一户破落人家的春联，只有10个字。哎，哪里放炮？哦，人家过年。我当时没懂，现在总算体会了各种滋味。这可是朕39年来最不堪的年夜。来年归为臣禄，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度日如年。就算年年都难过，可咱们年年都得过呀。书上不是说天行健，君子当自强不息吗？国主，您先吃，我去给您烫点酒，弄2样小菜。
40年来家国，3000里地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炉，几曾识干戈？一旦归为尘庐，臣邀叛变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公元976年正月初4，李煜带着南唐官员于大宋皇城崇元殿请降。丢你脸了，还不谢恩？谢皇上恩典。江南旧臣和李氏成员，也都可视罪加封诸位大将军，另加赏赐冠带、器璧、鞍马。谢皇上隆恩。另外，所有臣僚都听着，往后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与李煜及其眷属有任何的接触、探视或往来。遵旨。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专为我而立，冲着我来似的？防什么？是怕我像对孟昶一样对李煜？罪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入座吧。给侯爷斟酒。是。痛快，比起一听到要赐酒就痛哭流涕，生怕朕要毒死他的那个刘昶要强多了。皇上既然提起刘昶，臣就不由得想起他的一首名诗。哦，哪首诗？这里走，那里走，只是寻花柳。这里走，那里走，
莫咽尽杯酒。你是比他强一点儿，但是在朕的眼里，你与他不过是50步与100步之遥。哼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臣何止是比不上刘长，下阶久为迟，遭为低。周幽王昭义罪，莫义罪。汉更始帝为饮酒，请侍中代朝。汉灵帝后宫办酒上以自娱。启东婚后，酒后自号无仇天子。隋炀帝绝命施为，鸟声争劝酒，梅花笑杀人。这些皇帝，臣一个个都比不上。你自诩为前朝亡国之君，是认为自己并没有他们昏聩荒淫，却和他们一样亡国，所以你就心怀不平，哼，故意的嘲讽于朕是吗？皇上言重了，臣并无嘲讽之意。臣但以为所谓不平，可以让臣临池染汗，烟云舒卷，写尽平生悲欢，胸中快乐而已。朕知道你诗词歌赋巨精，朕命你就以今日此景为题，吟一联给朕听听。揖让月在手，动摇风满怀。你是说你是月在手，而朕只是风满怀吗？写景坠联，随性所致而已，别无他意。才思敏捷，一一成联。好一个翰林学士！统统都下去。是。一个是天纵英明的开国之君，一个是戴罪阶下的翰林学士，如燕雀鸿鹄，银光旭日，有什么好避人耳目的？李煜，可知道朕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了吗？你错杀良将林仁兆，视为不仁，其罪一也；你逼死忠臣潘佑，视为不智，其罪二也；答应朕要照顾娥皇，却移情别恋，视为无情，其罪三也；怕死不敢来朝，逼朕大动干戈，这是无义，其罪四也。有此不仁不智、无情无义四罪，难道你还不该杀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江南以小事大，处处忍让示好，罄竹难书这些都不用再说了。可是你设计诬陷，诱我错杀忠良，我是不智不明，如了你的意。可是你这样赢得漂亮吗？你口口声声因为我不奉诏而罚我，是这样吗？还是因为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？朕是为了正义，为了天下一统，为了黎民百姓，否则朕早就攻伐你了。
因为体恤江南百姓，不忍兴兵杀戮动干戈。几次在朝议里，朕刻意的维护你江南，而你却不能体察朕心，朕还不够包容你、忍让你的吗？如果你奉诏来朝，跟朕坐下来好好谈的话，朕还可以跟你商议如何的合并统一。可是你却不愿来朝，非要撑着一个小国，如今却落得如此败亡，这你还能怪朕吗？在皇上的身上，我看到的不是包容忍让，看到的只是霸气和权谋。你口口声声说天下统一是为了正义，为了百姓，可是你并吞我只有一个理由：你是侵略者，不是正义者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国君，但是我有与生俱来必须要承担的天命。朝圣意味着投降，不到最后关头，我有文人的傲气跟自尊，我要争个理字，我要争对错，我争的才是正义。放肆！不要以为朕不杀你，是手下留情。不杀你，就是要你苟活，让你尝尝国破家亡之痛。我李煜今天确实生不如死，我或许遗羞千载，但皇上对江南使臣说的那句名言，也必将永垂青史，被后世强盗土匪奉为座右铭。你听着，你在朕的身上看到了霸气和权谋，可朕告诉你，这恰恰正是开国之君应有的作为。你记住，朕今日不杀你，但在你有生之年，你的头顶上永远都悬着这把利剑。哼！皇上马上得天下，以一把利剑扩充版图，手上拿的是剑。罪臣没有这个本事，我不能马上争天下。如今国家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全都认输。不管我输得有多惨，至少我尽过力了，我输得漂亮。但我不是昏君，我没有错，我永远都不会退让。翰林学士终归还握有一支笔，罪臣将以这支笔延续我的生命，传承情感。千百年后，大宋千秋万世，但愿臣的生命也得以长存。我大宋能千秋万世吗？朕倒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世。
哎呦，国主！哎呀，国主，您可吓坏小的了！您怎么能扫地呢？这是小的干的呀！我能做，我能做。哎，国主，您的手是拿笔的，怎么能拿扫帚呢？让小的来。国主，这是靖王派人送来的信。下去吧。是。国主，你在看什么？靖王派人送信来说，如果我要有寻死的念头，大唐的旧臣子就都保不住了。国主，你一定要坚强一点。放心吧，就算没有这封信，我也会好好活下去，因为我答应过阿华。更何况，我还有你。国主，你不仅有我，你还有笔。你的笔墨纸砚，臣妾已经按你的习惯为你铺排好了。往后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都把它写出来。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你。风俗未泰，兵革且繁。正月燃灯，停废已久。今属创开红叶，初见洛阳。方在上春，误达阳气。好，这诏书朕读过，是当年皇帝解禁令，开房市，在洛阳城燃灯祈福，与民同乐。当年朕还年幼，适逢其盛。还记得洛阳灯火灿烂，城开不夜，处处鱼龙，万民同欢，真是热闹极了。朕在洛阳城甲马营出生，对洛阳有非常深的印象。所以，朕让薛居正所传的五代史，的确与事实相符，并未虚构啊。上次陪皇上听翰林学士讲《管子》，不是说吗？凡立国都，非于大山之下，必于广土之上。高物尽汉，而水用足；下物尽水，而沟防省。这些条件，洛阳城都具足啊。不但如此，这洛阳还能够遥控大江，辅镇中原，兼顾长城内外，又居这天下之中，真是太理想了。你认为呢？那当然了，皇上是洛阳人，美不美，故乡水；清不清，故乡人嘛。为了大宋万世基业，朕得找个时间，好好的跟大臣们
商讨一下迁都洛阳的计划。什么？你说皇上要迁都吗？这……哎，得了得了，你不要左顾右盼的，在本府中议论，一向不传六耳。有什么话说？是王爷，不过皇上还没有决定，只是不知道那花蕊夫人安的什么心，一意的煽风点火，大敲边鼓，说洛阳怎么好怎么好，惹得皇上心动，要照朝臣商议呢，更想亲临洛阳去看一看。高啊，这个女人她不得了啊！她明知道本王是开封府尹，掌管经济重地，她却用这招釜底抽薪之计，一可以拔除我手中的权力，二可以金蝉脱壳，从此以后就在我眼前消失。哼，好，高啊，果然是高啊！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女人可真是狠毒啊！南唐王后，与南唐唇齿相依的吴越，自知势难持久。2、3个月后，吴越国主钱俶自动献国请降，钱俶被遣回国。赵匡胤不费一兵一卒，终将吴越收入大宋版图。钱俶献国请降，而今朕总算不费一兵一卒，就可收了吴越。如今这大江以南全归我大宋之版图，只剩下北汉这块弹丸之地了。皇上，统一天下看来指日可待。不错，朕要乘胜追击，一雪当年没能拿下他的耻辱。赵普，臣在。传朕旨意，命党禁为先锋，潘美、杨光义，还有牛思进，让他们5路进兵太原。臣遵旨。朕要御驾亲征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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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落马负伤未愈，请皇上以龙体为重啊。是皇上，晋王说的对。如今江南已亡，吴越来归，我大宋国威正盛，区区北汉，何须皇上亲自督阵呢？是啊，皇上当以龙体为重啊！难怪老话说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自从这花蕊夫人进了宫以后，这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皇上啊，一会儿要迁都，一会儿又要御驾亲征，重掌兵符。你说说，他这吹的什么风啊？枕头风。赵普，你说说，皇上会不会对金贵之盟起了反悔之意啊？干脆来个一推625，啊，死不认账。晋王，这事儿在下官肚子里不知琢磨多少回了。从眼下看来，确有征兆，不得不令人担忧啊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晋宋王爷五字真言，说：先下手为强。奉皇上口谕，传郑国夫人进宫。皇上找夫人有什么事？哎呦，小的只是奴才，这皇上要召谁就召谁，其他的奴才哪敢问呢？都这么晚了，这么晚进宫干嘛？这个小的就更不敢问了。这有的事情白天能做，可有的事情呢，还非得晚上才能做，不是吗？要找郑国夫人，除非皇上先赐罪臣一杯毒酒。哎，别，可别！您是违命侯，您敢违命，小的可不敢违命啊！郑国夫人，小的就在门外候着，您可别让小的等得太久啊！娘娘，
国主，就让他去等好了。我是不会让你去的。国主，与其我们在这里等，还不如让臣妾去。臣妾去听听皇上说什么。万一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是不会独活的。国主，大唐百姓的性命都在你的手上，就让臣妾去吧。娘娘，国主，娘娘，起轿。娘娘，娘娘。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异想贪欢。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。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皇上，郑国夫人到。臣妾周氏参见皇上。你下去。是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今天呢？皇上，臣妾有话想说清楚。臣妾是祥妃，皇上可以占有我，但臣妾的夫君不是孟昶，请皇上白纸黑字写清楚，保臣妾的夫君一切平安。你误会了，朕找你来，只是想让你看样东西。你过来。她是臣妾的姐姐，还是花蕊夫人？这张画像已经跟随朕很多年了。那就是臣妾的姐姐了。皇上，你不用害怕。既然你是娥皇的小妹，那朕一定会把你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。李煜虽然可恶，但你毕竟是娥皇的小妹啊。照你来，朕是想知道娥皇过去在唐宫里，她的生活起居如何，心情是否顺畅。你入宫之后，娥皇她还跳舞吗？她后来跳得很少了。哦，皇上。啊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娥皇，朕对她用情很深，一生都难忘。
但是李煜却轻易地背弃了他。娥皇真是不知啊！皇上，都是臣妾不好，是臣妾爱上了姐夫，才使姐夫成了始乱终弃、用情不专的人。臣妾的夫君不是无情的人。姐姐死后，他一直自责，很伤心。皇上，你要怪就怪臣妾好了，你不要再怪臣妾的夫君了。他丧妻亡国，他的心比谁都痛。皇上，你不要再为难他了。皇上，你要下罪，臣妾愿意一个人扛。你要判死，臣妾绝不求饶。臣妾只为丈夫求。好了，快起来吧。朕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，也绝对不会因此而加罪于李煜。你放心吧，和你聊一聊娥皇，只不过想减轻朕对她的思念之苦啊。皇上，好，这块玉佩送给你，就当朕认下你这个小妹了。怎么，你还是不相信朕吗？佳敏叩谢皇上圣恩，叩谢皇上圣恩。好了好了，快起来吧，起来。你现在总可以放心了吧？你听着，朕与李煜之间的事，与你是不相干的。可是他是臣妾的夫君呢。你们姐妹真是不同啊！你比姐姐更会争取，也敢争取。张公公，娘娘，多谢公公相送。好，这些银子，请公公喝茶。啊，多谢夫人，夫人走好啊。真小气！走走走。佳敏，把佳敏还给我。佳敏，国主，佳敏在这儿。国主。其实，皇上是个正人君子。他一晚上谈的都是你和姐姐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他对姐姐用情这么深，也是因为姐姐。他把我当亲人，当妹妹。国主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国主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佳敏真的好伤心。佳敏不会离开你，佳敏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其实这段日子，佳敏过得好幸福，因为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国主。
我们像平凡人一样，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，这才是家民想要的。这才是家民想要的。唉，自古英雄如美人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哼，朕真是大不如前了呀！想当年，朕随周世宗伐北汉，大小阵仗无不身先士卒，以一当百。可现在呢，才落了一次马，就头疼不止。看来啊，朕可真是不负当年之勇了。才不是呢！妾身听说，石相之所以能统御百兽，其实不在利爪长牙，而在于壮志雄心。固然英雄出少年，但经过了风霜雨雪、离合悲欢，反而到更练达、更圆融、更高瞻远瞩、更宽猛相济。所谓老成谋国，妾身相信，这才是百姓盼的真英雄。朕知道你在哄朕，可朕听了很开心。我才没有哄你呢。其实从小到大，妾身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男人。有时候感觉像一座壮阔雄伟的山，又高又险。那朕让你害怕了吗？有时候的确如此，可是更多的时候，倒让我觉得这座山好牢靠，好安心。好想好想奔到山里，永远不再出来。好，那你就让朕这一座大山，永远的陪着你一块长相厮守，一块伴着湖海大地，一块老去，好不好？嗯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呀？哎呀，不瞒王爷说呀，小的自幼净身，这饮食男女、人生大欲，就只占了一半啊。这另一半是怎么乐也乐不起来呀。得了，有什么不顺心的啊？凡事都想得开一点。来，喝酒啊，喝。哎，晋王，不是小的想不开，嘿，是皇上啊。哦，这倒新鲜了。有关皇上，你倒是说一说。晋王，小的跟别人不一样。哎，说句笑话啊，哎，小的是比上有余，比下不足啊。哎呀，公公啊，哎，你说这些跟皇上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小的多嘴，那江南祥妃郑国夫人，也算得上是天仙下凡呐。啊，说的粗点啊，这是要脸蛋儿，哎，有脸蛋儿啊；要身段儿，哎，她有身段儿。瞧过的都说她像小花蕊夫人，可就是不明白啊，为什么皇上把她召了去，又白白的把她送回去了？这，哎，您说说啊，这瞧在小的眼里，哎，这皇上真是暴殄天物，对，暴殄天物。你懂什么呀？那叫示恩，那是跟李煜套交情的。哼，哎，太矫情，没劲。哎，不过小的猜呀，也许皇上对花蕊夫人是3000宠爱于一身呐。既然这样，晋王，你不如要了那个小花蕊郑国夫人算了，不要再去想花蕊夫人，坏了你们兄弟的感情啊！
怎么了，晋王？别说娶小花蕊夫人，现在就是连见她一面也是很困难。你还记得那一天江南请降的时候，在大殿上，皇上对文武百官说：“没有朕的皇命，任何人不得与李煜及其家眷进行接触、来往、探视。”哼，你听听，这个话是冲谁来的啊？那是专为本王而立的，冲着我来的。看来，皇上对我和花蕊夫人的事早就有戒心了。哼，想跟皇上求郑国夫人，做梦。是吗？的确，我凭什么都得让？光义啊，待会儿你要是输了，朕可要罚你的俸禄，给大伙儿添菜啊！行，好意思。哎，真臭！没射中啊，大哥，我再多喝2杯，我肯定会射中靶心的。哎。好，再来，把剑给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快点救他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人人都在传，晋王根本就是借酒装疯，故意射死花蕊夫人的。可是花蕊夫人是宋皇帝宠幸的女人，晋王都可以一箭射死她，那我们的命岂不是比蝼蚁都还不如？说的是啊，可宋皇帝为什么不惩治晋王呢？人家不是说他最公正无私了吗？晋王是他的兄弟呀。孟蜀夫妻，终究还是难逃一死。说不定，哪天就轮到我们了。
国主，国主，你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！没这回事，您福大命大，谁死了您都死不了。好了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你们俩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哎，走吧。佳敏，有很多话，或许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但我还是想跟你说，这辈子能够认识你和你姐姐，是我最大的福报。只可惜，我没有让你们过安稳的日子，尤其是你，被我拖累了，背井离乡到这么远的地方，我对不起你。国主，臣妾不要你说这样的话。臣妾说过，这辈子你去哪里，臣妾就去哪里。臣妾不要跟你分开。你知道吗，佳敏？是你让我还有活着的感觉，让我能够流泪，能够有回忆，能够梦回故国，哪怕这其中只有伤痛跟苦涩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这一步，虽然生命已经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但是我们要坚强下去。国主，臣妾不害怕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佳敏不害怕。哎呀，二位再快一点，皇上已经等半天了。哎，王景恩，王景恩，王景恩，哎，王景恩，这皇上除了召我们两个，还召谁了？哦，曹彬。曹彬，你说皇上会不会处置我呀？不会吧？有我们两个外人在，情况不会太糟的。走吧。啊，好，走。你简直是无情无义、无血无泪！你处处都跟朕作对，甄嬛大纳降，怀柔远人，你却毒死孟昶，三番两次的欺负花蕊夫人。还有，连燕娘你都不肯放过，你说你还是人吗？朕念在你一母所生，兄弟之情，才对你一再容忍。可是，你却得寸进尺，无法无天了，居然还装醉，一箭射死花蕊夫人。你知道，你这一箭是射在朕的心口上，是射在朕的心口上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知不知道，臣弟的心比你还疼？皇上，您说什么？说什么宽大纳降，怀柔远人？我看根本就是你姑息养奸，自欺欺人。那些人哪个不是包藏祸心？不杀就不足以为江山社稷除后患。臣弟只不过是在给你清君侧，远小人罢了。你给朕住口！放肆大胆！曹将军，不能进去啊！到现在，你还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吗？你眼里还有朕吗？你当初要花蕊夫人，朕把她赐给你了，可是你并没有珍惜她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她。皇上，
你在臣弟的眼中，再也不是以前的大哥了。你不但英雄气短，豪情尽失，你居然为了区区一个妇人，搞得你神魂颠倒，心神丧失。大哥，你这像一个明君吗？啊，你跟那孟昶有什么不同？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！朕打死你这个畜生！朕今天要打死你这畜生！朕打死你这畜生！来人呐！把这畜生给朕抓起来！把这畜生给朕抓起来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息怒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！请息怒！万万使不得呀！朕不准你们替他求情！朕今天要是不办他，就不足以明五伦。朕刚纪。皇上，请听微臣一言。皇上，晋王所为或有可议，但是他下狠心劈龙鳞、除奸佞，也是为了大宋的天下呀！赵普，你是不是要朕连你一块给办了呢？皇上，臣死不足惜。可是皇上，你难道忘了太后临终前所定下的金匮之盟了吗？臣已将此事告诉了晋王，微臣的意思是让晋王尽才尽能，让他辅助皇上统一天下。皇上，晋王可是储君呐，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赵普所记，太后所托，臣弟早就已经知道了。皇上是想装糊涂，还是不想认账？朕明白了，原来你们两个人早就已经串通好了，要逼宫了吗？皇上，你们等不及了是吗？金匮就在这里，你们既然如此心急，上前来拿！春意阑珊，独自莫凭栏。词太优美了，朕忍不住盗用了。凭栏半日独无言，望去无限江山，自找愁绪。何必呢？那又何必登高凭栏呢？可以不登高凭栏，却无法不能瞥见暮春的愁惨。不论夜里或清晨，不想听，不想看，可是落花败叶的声音，不断地在你耳边回绕着。人生仇恨何能免，不是吗？你来就是为了弹我的词吗？是羡慕你能写词。白居易说：“一想愁消值万金。”但梦总归要醒。这一想之后，愁又如何消去啊？
能写的人，他的愁能够顺笔而下。写完了，朕想他的愁也该去了大半了吧。你是上邦皇帝，又怎么会有愁呢？从来只有你给别人愁，别人又怎么敢给你愁呢？你也曾是一国之主，想必也有不如你意的时候吧？愁又岂会分地位高下与贫富呢？哼，话里还带着酸味儿，这如何还能与你谈下去啊？便宜都让你占尽了，还不让别人说酸话？朕占尽便宜了吗？说不定你得到的比朕要更多。如果现在要你跟我交换人生，你愿意感受这样的亡国之痛吗？如果生命中有娥皇，朕愿意。话要说得好听，文章要写得好容易，但是要做得漂亮，赢得尊敬，那就难了。如今江南在你的手上，场面话你要怎么说都可以。不管说这话是为了安慰我，还是要来损我，我都无所谓。你夺朕的爱，朕亡你的国，你认为你吃亏了吗？朕曾经是多么的希望，能够抛弃江山，带着娥皇隐匿山林。可是，朕能够亡你的国，朕却没有办法强迫娥皇跟着朕走。天下江山，虽然已在大宋的版图里，可这大宋却不一定永远都能够在朕的手里啊。今天朕虽然还能够坐在这个位子上，可谁又会知道，明天，或者说是后天，朕会不会被赶下来呢？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，全是虚幻一场梦。而你呢？你却真真正正的拥有过你的爱，你拥有过你们共同经历的酸甜苦辣，你拥有过你们共同的回忆。而朕原本以为有一个可以替代娥皇，可以填补朕这一生空白的人，如今都没有了。朕剩下了什么？朕又赢得了什么呢？朕有个东西想送给你，打开看看吧。这幅画已经陪伴朕很多年了。你拥有的是真实的娥皇，而朕只能靠着它了为相思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继续留着它？朕已经无力保存它了。这幅画，除了你，再也没有人愿意替朕珍惜它了。想不想喝酒？来了这么久，你终于说了一句中听的话。晋王，皇上要小的传您即刻进宫。
现在是。这么晚了，这皇宫就没有一点异样的感觉？没有。禁卫军有没有比平日多？啊，没有。进吧，去吧，是摊牌的时候了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皇上的意思？皇上，晋王到。臣弟参见。不必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把门带上。是。坐吧。想喝酒自己倒。家里可好吗？啊，一切安好。多谢皇上惦记。那就好。家是国本，先齐家，后治国。不过朕知道，当家辛苦啊，冷暖自知，不足为外人道哉。是啊，皇上教训的是，齐家治国。平天下，平天下，还有个北汉呢。朕想御驾亲征，可你们却又不肯。你说，如果换成你的话，你该怎么做呢？打！皇上，北汉必须要打。臣弟觉得此战必不可免，但是无需皇上亲自领军，满朝文武多的是可献策、可上阵之人，何劳皇上舟车劳顿、御驾远征？皇上，臣弟之所以反对，这也是关心皇上您的身体。再说，我朝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再次北征，必定会有十足的把握。皇上，臣弟心里诏提携臣弟，臣弟纵是，但是臣弟主上，天下运从来就没有变，这一点，请皇上放心。为了完成一天下的大业，皇上，你走开！你走开！皇上，走开！皇上，快走开！走！皇上，皇上，开！公元976年农历10月20日深夜，一生情义坚固的盖世英雄宋太祖赵匡胤，留下北汉尚未统一的壮志，带着烛光浮影的历史遗案，撒手西归。赵大哥，
这杯酒，我敬你。一路好走。公元976年，农历10月21日，赵光义继位，是为宋太宗，改年号太平兴国元年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宋太宗继位后，大赦天下，李煜深受侮辱的违命侯爵位得以废除，并改封陇西郡公。然而他并没有欣喜，李后主更悲苦的日子在新皇帝继位后才真正的开始。皇上有旨，召陇西郡公夫人入宫觐见，着即梳妆启程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叩恩。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李煜因做了词首《虞美人》，被指思念故国而获罪。于公元978年7月7日生日当天，宋太宗赐以千机要镇杀。李后主薨逝后，追封吴王。小周后哀不自胜，亦自尽殉情。李后主，一个生错了帝王家的伟大词人，以一己故国之悲，写尽天下千古人士的无常之痛。他被誉为词中之帝，
在政治上虽然失败，而在文学上，他却留下不朽的盛宴。